他恋爱前他就告诉过我，他从不哄人，所以每次吵架他搬出来都是我主动来找他递台阶求和，这是第9次。哥，你真不打算主动哄哄嫂子啊？就是啊，要是嫂子知道你昨晚为了哄小助理送花买包卑微道歉的，和你闹分手怎么办？不会，就尤念那个恋爱脑，3天不理他，他比谁都急，不会闹分手的。但真真不一样，不哄他，他真敢1个月不理我。原来他不是不哄人，只是不想哄我。哪有？才不会1个月不理你，最多半个月。半个月也很长，还是哄你吧。陆哥，还是你牛，不过真不怕嫂子和你闹啊。大不了就分手呗。不过，你们觉得他会舍得分手吗？别是啊，哪次你们吵架，不管谁对谁错，都是嫂子先低的头。嫂子还真是爱惨你了。放心吧，尤念姐今晚肯定会来。你们不知道，上次尤念姐来之前还给陆总发了很长的小作文，我回了个 TD， 她来的时候脸都是白的。原来上次那条信息是许真真回的。你们不知道，尤念姐的小作文写的可真好，我看完都想替陆总原谅她了，对吧，陆总？对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我们打个赌吧，就赌尤念姐什么时候来。好，那我赌今晚。好啊，我记得你们冷战从来不超过3天吧？陆哥，那你赢了啊。尤念就这样，受不了一丁点冷落，我不理他，他慌了就会自己凑上来，他的恋爱脑都没救了。可惜你注定要赌输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这个恋爱脑也没必要哄他了。昨晚为什么不去找我？为什么要找？这次换别的方法了。没有，只是想通了。既然不是我的错，为什么我要做低头一点？尤念姐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小心把口红弄到了陆总衣服上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也别和陆总吵架哦。尤念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这点小事至于吗？怎么不至于？什么意思？陆景谦，在你眼里，我对你的好是因为我恋爱脑吗？你昨天去找我了？是，去了，也听见了你们的聊天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这么反常。开个玩笑而已，你也别太较真，都是玩笑，说说就过去了，也没人记得。你给许真真送花买包是为了哄她，是吗？就因为这个，真真好歹也是我的助理，要跟着我出去应酬见客户，买个包给她撑撑场面。至于花，顺手买的，小姑娘工作上犯了错，被我多说2句，有些不开心，就买来哄哄。在一起3年了，他说他不会哄人，更不会哄我。原来他只是不会哄我。知道了。这次冷战就先过去吧。公司突然有点事，我过去一趟。你去吧。公司有事，那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公事。尤念姐是不是被你哄住了？这次你主动回去找她，她是不是喜出望外？不过尤念姐真好哄，你一主动，她就没脾气了。讲真的，我也没见过像嫂子这么好哄的女朋友。昨天没来，陆哥今天一回去，这次冷战就像是没发生过似的。陆哥，求一个教学的方式，最好是能教成像嫂子这样的。滚蛋！尤念一直都很好哄，就算昨天听见我们说的那些话，他也没和我吵，哄哄2句就好了。怪不得会突然回去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嫂子，你跟踪我？不是公司有事吗？这就是你说的公司有事。尤念姐，你别怪陆总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陆总来给我过个生日，怕你生气才说是公司有事的。是吗？那生日快乐。尤念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没什么，就是想确认一下。确认什么？确认一下，我的心是不是真的死了？陆总要开始玩游戏了，他们都在等你。尤念姐，你也一起来呗？不了。那好吧，不过尤念姐，你没往心里去吧？没有。那你先回去，先睡觉，不用等我。快走啦！尤念小姐你好，我是宋征，方便的话，我们可以先见个面。好。昨晚真真喝多吐了我一身，才换的衣服，没想太多。下午我要出差，大概去1周这样。和谁？真真是我的助理，跟我一起。陆景谦，我们分手吧。东西我已经收好了，今天就搬走。什么？我说，我们分手吧。尤念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昨晚骗你确实是怕你多想，一件小事也不至于闹到分手吧？如果是因为这个，我和你道歉，别说起我。放心，我和真真没什么，你别胡思乱想。陆总，我来接你啦。上次我喝醉，陆总让我在这里留了一晚，就顺便把密码告诉我了。尤念姐，你不会这个都要计较吧？不会，想来随时来。这次出差原本我是不用去的，但陆总坚持要带上我，他说让我多看看，多学习，以后才不会被人欺负。是吗？那先提前恭喜你。尤念，真真也没恶意，差不多行了，你别胡思乱想。那尤念姐，我和陆总先走喽。喂，搬家公司吗？对，现在过来，不用打包，能带走的全部带走，带不走的直接扔，全搬空。这1周，尤念没联系过我，这是第一次尤念这么长时间不联系我，以前出差时的关系全都没了。陆总，要不我们先去吃个饭再回去？你在等尤念姐的信息吗？饭就不吃了，直接回去吧。尤念姐是不是还在生气啊？会不会是因为我？等回去的时候，我去和她道个歉吧。都1周了，尤念还没消气，不打电话也不发信息，真够幼稚的。请尽快到 T8登记口登机。喂，我今天回去。你是谁？我找尤念。不好意思，新娘子在忙着敬酒，有什么事情您等会儿再打过来。是尤念的号码没错，尾号3个8。当年我陪她去营业厅选的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找尤念不是什么新娘。新娘子，这边。喝一个，喝一个！尤念认识的人没听说谁在喝酒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他在闹脾气，故意找人这么说，好气我，真够幼稚的。回去要不要给他买束花？算了，我又不欠他的，都7天了，够他冷静了。回去我道个歉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先生，冒昧的问一下，您是他的什么人？尤念竟然没给我备注，我是她男朋友。男朋友吗？可是前往海城的旅客请注意，您的航班现在开始检票。你转告一下尤念，说我今天回去。那个电话是你接的吗？没有，不是他接的电话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尤念姐还在生我的气呢。都1周了，按照以往来看，尤念姐应该早就消气了。陆总，你走慢点，你腿长，我跟不上了。以前我出差，尤念总会追着发消息，问到酒店没，提醒我带外套少喝酒。这次7天一条都没有。陆景琛先生，请尽快登机。饿不饿？我去给你热一下。你走了。知道了。以前他总会送到门口，帮我把领子翻好，说一句路上慢点。那天
他连椅子都没有离开。我落地了。陆总，这么晚了，要不上去坐坐？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红灯别抢，我等你回来呢。以前他总让我顺路带盒酸奶，我嫌烦，10次有8次懒得买。11点了，有念不在家，能去哪儿？念念，你在哪儿？不可能，那只是他在气头上。有念怎么可能会和我分手？搬走了，至于吗？一点小事，至于分手吗？至于搬走吗？这些年每次吵架，不管谁错，都是你先低头买草莓来哄我。我以为你根本不会走。那篇小作文被许真真回了 TD， 你在门外听见我拿你打赌，骂你恋爱脑的时候，你该有多委屈？有念，因为一点小事，至于把所有东西搬走吗？他以前总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说这样睡觉才舒服。陆总，我的衣服好像装在你的行李箱里了，方便送过来吗？出差前一晚，你还蹲在地上帮我叠衬衫，可去机场的时候，我却顺手把女助理的衣服塞进了自己的行李箱。一个男人，行李箱里装着女助理的衣服，还当着别人的面嘲笑自己的女朋友，到底干了什么混蛋事？我让人送过去。陆哥，你快看我发的照片视频，这里面的人是不是嫂子？婚礼现场拍的，有人认出来是嫂子。是那对耳灰，去年他过生日，挑了10几分钟选了最便宜的一对，说舍不得花我太多钱，眉眼的弯度我再熟悉不过。是我认错了吧？光线不好，像素不高，万一指向呢？不是有念呢？你和嫂子什么情况？嫂子怎么和别人结婚了？还是今天？机场那通电话，伴娘说新娘子在忙着敬酒，我以为是她在闹脾气。3年，她从来没问过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，我以为她懂事，原来她早就知道了答案。结婚？开什么玩笑？不就是和以往一样的冷战吗？只不过这次时间长了一点而已。那真的是有念，和别人结婚的有念。哎，陆景谦，陆哥，你说话呀！有念。婚礼在哪个酒店？陆哥，你现在过去也赶不及了。婚礼结束也散场了。酒店在滨江路皇冠厅，你听我的，别去。万一来得及呢？说不定他只是一时赌气，嫁给一个陌生人，我去好好道个歉，说不定就好了。以前他坐我的车，总要慢吞吞地扣好安全带，对我笑，说安全第一。现在什么都没了。宋城，原来她嫁的男人叫宋城，我以前从没听过这个名字。先生，你有什么事情？我找新娘子。婚礼早就结束了，新郎新娘下午就离场了，说是赶飞机。新郎新娘几点走的？下午4点多吧，走的时候2个人手拉着手。视频里他一桌一桌敬酒，笑得那么真，在我面前，他总是小心翼翼地看我脸色。我从来没说过我们结婚吧，一次都没有。他等了我3年，等来的却是我为了另一个女人送花买包。念念，我来接你回家。
这2天，我问遍了所有共同朋友，能想到的号码都打了一遍。我发现自己其实很可笑。3年了，我连尤念住哪儿、有什么朋友都说不全。陆总，你们知不知道尤念搬去哪儿了？新地址有没有？陆总，他走的时候交代过，不让我们告诉你。3年了，我连他最喜欢吃什么、周末习惯去哪儿都想不起来。我对他的了解还真是少得可怜。小伙子，你找尤念啊？对，您知道他去哪儿吗？他昨天就跟他先生去度蜜月了。去哪儿了？那谁知道，人家小两口的事儿。你是他什么人啊？前男友3个字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我忽然发现，我连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都没有了。出差1周，回来时尤念就和别人结婚了。更可笑的是，现在连他都真找不到。念念，我们谈谈。我被尤念拉黑了，以前吵得再凶，他都没拉黑过我，反倒是我嫌他烦，拉黑过来好几次。那时候尤念看着发不出去的信息，也像我现在这么疼吗？我试了第3次、第4次，无一例外。念念，你回来了，完全不是尤念的风格。陆总，你回来了，汤等会儿就好了。我已经咸鱼汤醒，尤念说那是我没喝过好的，后来他煮的，我喝了3碗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上次你把密码告诉我啦，这2天你都没去公司，我担心你，就过来看看，顺便下个厨。密码是我随口给的，从那以后，他进出我家像进出办公室，我以前居然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你和尤念姐的事儿我知道了，尤念姐这事儿确实做得有些过分。你们还没分手，她就赌气随便嫁给一个不认识的男人，用这种方式气你，确实不好。没分手，分手他提了的，是我自大，觉得他不可能离开我。要不等尤念姐消了气，再去好好道歉吧。不过尤念姐现在也算已婚，你去的话，难免不合适吧？没什么不合适的，我不在乎。等我见到他，我会和他道歉，挽回他，要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汤好了，我给你盛一碗。你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？错的是我，尤念是我女朋友，我却忽略她的感受和你暧昧。你装生气，我送花买包哄你，而尤念，我当着朋友的面骂她是舔狗，把她贬得一文不值。我错的太离谱了。你能不能换个女助理？你和她是不是走得太近了？没有正当原因不可能把她调走。你想太多了，她就是个助理，我嫌她多心，觉得她是赶不走的舔狗。现在我才知道，那不是闹脾气，那是她在爱我。现在呢，她对我彻底失望了。好，那我先回去。要是尤念姐真的是因为我生气，我可以和她道歉。许真真，把你做的那些菜也一起带走吧，我不吃。可是我做了很久，手还烫伤了，你看。以前看到这个我肯定会心疼，可现在我只想到尤念给我熬了3年汤，烫过多少次手，我竟然一次都没闻过。你不尝尝吗？这些声音以前也有，可我从没注意过。你人在厨房，客厅电视开这么大灯干嘛？放点声音，这样家里才不会那么冷清呀。尤念常在这里放一排水杯，
我嫌他被子多，他笑着说每个都好看。现在那个位置空得晃眼。这是尤念常坐的位置，他总爱抱着一个灰色靠垫窝在这里，可是靠垫被他带走了。喂，陆哥，你还好吧？嫂子那事儿我们都知道了，你这2天都没来公司，电话也不接我。我没事。兄弟们周末约了顿饭，你出来坐坐。你要是难受就说出来，别憋着。我有什么好难受的？行吧，那你明天来公司吗？明天去。你说过，这样才不会那么冷清。下周的排程，陆总，大屏上这是下季度的排期。下季度，陆总，您看这个节点能不能提前？你刚才问什么？陆总，这个项目的节点今天要签字确认。帮我查个人，宋征，本市人，做物联网的，越细越好。怎么，这小子得罪你了？没有，就想知道他是谁。宋征，28岁，父母为中学教师，名下一家物联网公司，规模中等，账目极度干净，婚姻状况未婚。没有，头婚。我打听了一圈，这人人品极好，没任何花边烂事。未婚，单身，也就是说，在尤念嫁给他之前，他是干干净净的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以前也是单身，可尤念选了他。凭什么？一个刚认识的男人凭什么？还有40分钟，不，还有35分钟。先生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随便。陆总，你以什么身份问？前男友？我只是想确认他过得好。他过得好与不好，都已经跟你没关系了。道歉是最没用的东西。尤念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你的道歉。3年了，我以为没人比我更了解他，可现在苏晴几句话就把我彻底击碎。以前的我以为他怎么都舍不得走，这种眼神，尤念以前看我的时候也曾有过，只是他从来没说出口。他舍不舍得走是一回事，你值不值得他留下是另一回事。他现在过得很好。你这句话他再也听不见，也不需要听见了。他最近还好吗？他什么都不说。你认识他3年，你应该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，难过也是一个人扛。难过也是一个人扛。我好像从来没见尤念哭过。他难受的时候，尤念说他不想见你，请别再找我，也别再找他了。他是不是再也不会原谅我了？你以前是不是觉得他永远离不开你？那是你的事，不是他的债，请你放过他吧。他结婚那天早上，我问他后不后悔，不后悔，谢谢他，让我死心的那么快。他说不后悔，谢谢他，让自己死心的那么快。让我死心的那么快。先生，还需要其他的吗？不用。你好好看看你自己，这才几天，瘦了1圈。让他喝，喝够了，话就出来了。陆哥，尤念已经结婚了，你得往前走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个屁！你这2天在公司开会都能说错话。那是不小心。你以前从来不会不小心。那他现在
也不放在眼里了。看什么呢？他走了28天了。陆哥，那是以前。对，以前他拿我当回事。他以前还给我煮过醒酒汤放在床头，我嫌烫没喝，第2天凉了，他自己喝掉了。尤念那姑娘是个好姑娘，可惜了。要不你搬出来住一阵，换个环境，兴许好点。不行，家里有综艺。综艺？他以前总放的，开了电视就没那么安静。我自己能走。他说3天，他说3天。陆哥，醒了没有？要不要我给你送点吃的过去？不用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不会有他的消息了。加入黑名单。陆景谦，你又把我关小黑屋了，快放我出来！求我？求你了嘛！我当时觉得他幼稚，我甚至享受他围着我转求我的样子。可我从来没想过，一个人愿意一直追着你，是因为他还爱着你。等他不爱了，他就不会再追了。我删了他，或者加他，他连看都不会看一眼了。加回来干什么？加回来，他也不会理我。以前他发朋友圈，我嫌无聊从不点赞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陆总，你胃不好，我特意熬了山药排骨汤，你趁热喝。徐真真，你是我的助理，喝汤的是有食堂。食堂的汤哪有这个好？我特意熬了很久的。把上周的客户跟进报告交给我。陆总，我只是心疼你。报告。汤我放这儿了，你爱喝不喝？尤念以前熬汤会在出锅前用小勺尝咸浅，我嫌慢在客厅催他，他从不生气，只会端着汤跑出来笑着说马上。尤念以前总因为我胃不好皱眉头，我嫌他唠叨。许助理是不是想上位啊？天天往总裁办跑，你没见他今天又端汤进去了？那我说陆总跟尤小姐都分手了，他这不是明摆着趁虚而入吗？把许真真调走，去2部，从明天起。陆总，这以什么名义？岗位调整。不知不觉，竟然开到了这里。尤念以前最爱吃街口那家馄饨。哟，好久没见你了。你女朋友呢？好久没见她来了。她出差了。出差啦？那打包1份带走呗。她以前总点鲜肉馄饨，多加香菜，不要葱。她不要葱？对啊，你们常来那会儿，你坐那边，她坐你对面，你总低头看手机，她就在那说话。她有一次说你再这样我就不跟你来了，结果你头都没抬。给我来1份鲜肉馄饨，多加香菜，不要葱，就在这吃。你今天坐的是她以前坐的位置啦。我以前不吃香菜，他为了我，也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过他爱吃。
原来他爱吃的是这个味道。老板娘，再打包一份。下回带你女朋友一起来啊。我以前觉得这些事不用记，现在我想记，却已经没人愿意告诉我了。你吃个饭能不能快点，磨磨蹭蹭的。吃快了胃不舒服呀。冷了，就不好吃了。这盒馄饨放在副驾上，会一直放到两头，就像我和他一样。陆总，生日快乐！哦，今天是我生日。先生，要写什么字？就写平安吧。不，我去热一下。不用了。我当时想，明天再热就是了，至于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晚他一个人把菜热了又端出来，最后自己随便吃了一点，我甚至连一句谢谢都没说过。谢谢。他煮的面会窝一个荷包蛋，放西葱花和虾皮。我以前嫌他放葱，现在这碗面什么都没有。谢了，不过了，改天。今天是我生日。有面，今天是我生日。陆哥，你在哪儿？我今早路过尤念的小区，看见尤念了，他度完蜜月回来了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他穿一件米色大衣，我绝对不会认错。你要不要？要。下午所有的会全部退掉。陆景谦啊，陆景谦，去见他，你还知道换件像样的外套。我怕见到他，又怕见不到他。先生，你在这停3天了，找人？当然，每一次门响，我的呼吸都会停一下。如果他不见我怎么办？那我就在这儿死等，等到他愿意看见我为止。
他身上是一股陌生的洗衣液味道，不是他以前用的那一种。他以前用什么味道来着？我竟然想不起来。他换了我不认识的味道，换了我没见过的生活。我以前最讨厌葱，他现在买了葱，是要回家做饭的。他过着他自己的日子，日子过得很好。有念，叫我名字就行，我们没那么熟。你回来啦，饿不饿？在一起3年，他从来没有用这么冰冷的语气跟我说过话。3年了，我竟然从来没有认真看过他的背影。以前，他总是走在我前面，回头等我。对不起，念念，对不起。这个动作我看了3年，可现在这个动作离我那么远。我想说你头发长了，可我连这句话都没有资格说。我宁愿他骂我摔东西，哪怕哭一场都行。可他只是看着我，像在看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。我是来道歉的，我想说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可是她已经结婚了，她嫁给别人了。你的对不起指的是哪一方面？和许真真暧昧，一次次为了他和我吵架，还是当着朋友的面嘲讽我是赶不走的恋爱脑，你指的是哪个？我舔着脸说是误会，送10几万的项链，帮许真真租高档公寓，买花买包哄她，这些全都是我做的。我为了许真真和你吵了整整9次架，骂你恋爱脑，骂你是舔狗，也都是我亲口说的。哪一个我都占了，怪我鬼迷心窍，伤害了你。但我从来没想过要和你分手，念念，我从来没想过要和你分手啊。以前他买菜回来，总会问我晚上想吃什么，我说随便，他也会变着花样给我做。我很想问他，你现在还给别人做饭吗？可是我没有资格问。我不爱许真真，我对她……我花10几万哄许真真笑，可尤念呢？3年，我一次都没哄过她。我理所当然的享受她的低头，我连她喜欢什么颜色都不知道。我从来没有为她做过一件像样的事。所以你想说什么？说你离不开我，爱的是我吗？我说不出是，因为3年了，我连爱这个字都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次。是我的错，但是念念，我真的后悔了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陆景谦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我不介意。念念，你和他离婚，我们可以马上去领证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许真真已经被我叼走了，以后她绝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我和她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我怎么可能不介意？我极度宋真，极度的发疯，可我更怕失去你。只要你愿意回来，我什么都可以装作不介意。我介意。他介意的不是离婚，他介意的是我这个人。我说我介意，你不是不能没有我，你是习惯了我围在你身边哄着你捧着你，没有我在你身边你不习惯，仅此而已。我也要热饭，每天的问候。我以前觉得这些理所当然，现在我才知道，那不是生活，那是他，是他一个人撑起了我这3年的理所当然。不是的，念念，我真的……我不敢追，我怕追上去，他会说出更绝情的话，怕他连见我一面都觉得恶心。
那是什么？我明明是想说你别走的，怎么一开口又变成了这副混蛋的质问语气？你说我是恋爱脑，是赶不走的舔狗，你默认许真真的越界，对她好，和她暧昧，但这些在你口中成了开玩笑。陆景谦，这不是在开玩笑，这是出轨。他现在说的每个字都是我亲手递过去的刀子，他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路边一块令人作呕的石头。你说的开玩笑也不过是掩饰自己的情感越界，减少对我的心虚愧疚罢了。陆景琛，你不是爱我，是习惯我在你身边。对不起。你回去吧。他连多看我一眼都不愿意了。我会等你。以前一进门，客厅的灯总是亮着的，他会从沙发上抬起头，冲我笑。陆哥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儿？他今天回来了，我去找他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不是不能没有他，我只是习惯了他围着我转。他说没有他在身边，我只是不习惯。他说的对不对？我他妈居然回答不了。他还说我这3年从来没有哄过他一次，我想了半天，每一句我都反驳不了。周爷，你信吗？我连反驳的资格都没有。陆哥，他说的对不对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在一起3年，我的手机里我们合照屈指可数。当时他说你笑一笑，我说有什么好笑的？他看着宝峰说我以前觉得他离不开我，现在知道是我离不开你。这些话你早说3个月，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我骗自己说上次的话没说完，其实我就是想再看看他。惊讶，宋哲，视频里我看了他无数次，这是第一次见真人。他看尤念的眼神只有统治。你怎么不开车来接我？你想让我淋着去坐地铁吗？我怕堵车让你等急了嘛。我从来没给他递过伞，他淋湿了半边肩膀，连一句关心都没有过。那时候我只觉得他活该伺候我。尤念说过开电视才不冷清，可今晚我不想听综艺里的笑声，我怕听见笑声会想起下午尤念对宋之笑的那一下。宋征对尤念的好，好到让我觉得他们俩才是谈了3年恋爱的人，而我才像个后来者。这3年，尤念想要什么？想让我回消息，我总说忙；想让我陪他吃饭，我总说下次。他要的从来都是很小的事，小到我现在回想，竟连一件为他做过的事都拿不出来。尤念发高烧，我请了半天假陪他去医院。3年，我只做到了这一件，他大概把这半天的感动记了整整3年。他发消息从小心翼翼到直白，他的变化全是因为我。我给一点耐心，他胆子就大一点；我冷淡一点，他就把话咽回去。这3年，他全是看我的脸色过来的。以前觉得，只要我回头，他就在。我不敢天天看着这张脸，我不敢，舍不得。我不该再去了。可有些话，我想让当面说一次，不是求他原谅，是想让他知道我认了。好。那是他结婚后戴的。我今天来不是求你原谅，
就是想亲口说一句对不起，为这3年里的每一件事。陆景谦，你终于会说人话了。是啊，他等我一句好话等了3年，等到他死了心嫁了人，我才会说对不起。行了，说完了，走吧。对了，那家馄饨摊儿我搬家前常去，你以前从来没陪我去过。我想告诉他，我去了。我一个人坐在你的位置上，吃了一碗加满香菜的馄饨。我想说，我终于知道你爱吃什么了。下次我陪你去。我知道再也没有下次了。领导，您的茶。不用，放着吧。那个绿茶终于被贬下来了，活该！还真以为自己能爬上老板娘的位置呢。我收回了公司给他租的高档公寓，没有解释，只让行政转达他月底前搬走。陆总，我搬好了。陆总，我做错什么了？我只是想待在你身边。我以前一见他哭就会送花买包，逗他笑，气得很。可尤念红着眼眶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哄过，因为我觉得他活该受着，反正他不会走。我是不会哄人，我是一直把温柔用错了地方。真真，我们都错了，错在分不清助理和女朋友的区别。你疯了！天天这么熬，你是打算把公司干倒闭吗？快了，干完这批。去年我生日，他做了一桌子菜，就有一道糖醋排骨，我却连尝都没尝一口。不知道尤念以前用的哪一种。尤念以前系着围裙做饭，总会先把袖子挽起来。尤念手上有没有这样的烫伤？我居然想不起来。他给我做了1000多顿饭，我却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手。要不要学？先煸糖色，小火，别急。你弄吧，我学不会。以前尤念做饭，我永远只躺在客厅玩手机，听到吃饭了才过来。不是这个味道，他做的是甜的，但不是我做的这种死甜。我吃了3年，从没觉得特别，可现在我怎么也做不出那个味道了。原来做饭这么麻烦啊！可是他为我做了整整3年。范郎先生说2句祝福语。祝你们白头偕老。我从来没有对尤念说过这样的话，甚至连一句我们结婚吧，我都没跟他说过。手这么抖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今天是你结婚呢。我从来也想过结婚，等真的到了那一天，新娘却已经不是她了。尤念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哭过，她问我许真真的时候红过眼眶，但她总是背对着我，自己消化完再转过身笑着叫我吃饭。苏晴说的对，她难过都是自己扛，而我也从来没在乎。陆哥，这伴郎都当了，下一个结婚的就是你了吧？陆哥还早呢，人家现在事业为重。家里有点事，先走了。哇，那件旗袍好好看。等你结婚，我买给你穿。讨厌。红色的，她穿确实好看。他等到凌晨2点，就是为了等我回一句，然后催我早点睡觉。哪怕我再冷漠敷衍，他都在小心翼翼的、极其认真的经营着我们的日子。你几点回来？路上慢点，我热了汤，你回来喝。外面下雨了，你带伞了吗？我今天路过你公司楼下，看你办公室灯还亮着，就站了一会儿。他就那么傻傻的站在楼下看着我的窗户，却从来不说。陆景谦。
你呀。嘘，别告诉他，我喝多了。我没资格再听这些了，我没资格。不！他拉黑我的那天，是不是也像我现在这样，盯着聊天框看了很久很久，攒够了所有的失望，才狠心按下去的？念念，你说话真好听。对了，恒川科技公司的宋结婚了，你们知道吧？他太太我见过，姓尤，挺有气质的。陆总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说话。宋总，宋征啊，低调一个人，对太太那是特别好。上个月有个酒会，他带太太来了，那姑娘脾气极好，见人就笑。有人打趣宋总怕老婆，他也不恼，就跟着笑。他们认识很久了？没有，听说认识没多久就结了，闪婚。现在的小年轻啊，说结就结。您在哪儿见的他？就上个月兰亭酒店的酒会。怎么，陆总要认识宋总？我改天给你引荐引荐。不用认识，继续有见。原来在别人嘴里，她已经成了宋太太了。陆总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接了个电话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继续。你连着失眠快1个月了，今天你必须跟我去见心理咨询师，你不去，我就把你手机里邮念的备注改成不睡觉。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哭。睡不着多久了？从他走那天起。他？我前女友，她走了半年了。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儿？没有，我撒谎了，她回来了，嫁给了别人，说我不爱她。说说吧。我们以前吵架从来不超过3天，后来有一天我跟朋友打赌，我说就他那个恋爱脑，3天不理他，他比谁都急。结果他一声不响地嫁了人。等我赶过去的时候，婚礼红毯都已经散场了。你还爱他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爱他，可我从来没好好爱过他，我舍不得他。可我舍不得的是有他在的日子，我自己都分不清了。你不是还想追回他？你是放不下那个以为他永远不会走的自己。有念说过，我离不开的是习惯。咨询师说，我放不下的是那份笃定。他们说的居然是同一回事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就这个，就这个，药我给不了你，这个字儿你自己带回去。会好吗？你会睡着的。咨询师怎么说？让我睡觉。那你倒是睡呀！你该锻炼了。忙，哪有时间？先生，您看这套米白色的怎么样？旧沙发是由念挑的，米白色。他说虽然不耐脏，但好看。那时候我说听你的。不用，我要那套深灰色的。好的，先生，旧沙发需要帮您回收处理吗？要。念念，我回来了。以前听见钥匙响，他就会从厨房探出头来问我饿不饿。我嫌他开门太积极，现在再也不会有人探出头来了。我好像永远改不掉这句，那就别说给新的人听。你就不怕我打一辈子光棍？有念说过，睡觉前留一盏小灯，
半夜起来才不会磕着碰着。新的人，我配吗？陆总今天状态不好，没事，放着吧。一整天都觉得哪里不对劲，看了日历才想起来，哦，分开整整1年了。恭喜恭喜！那个微微低头的背影是尤念，他以前也这样捧着水杯站在我家窗边。谁的喜讯？宋征宋总家的。等会儿，陆哥，你看到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该高兴。你要不要回来住2天？我妈念叨你。不用。那挂了。念念，恭喜你。陆哥，尤念都有孩子了，你问我该送点什么？听兄弟一句劝，你别送了吧。先生，给多大的孩子买东西啊？还没出生，帮朋友挑的。那您来看看这边的婴儿服吧，适合新生儿。先生，这套料子软，适合新生儿贴身穿。料子确实很软，我从来没有挑过这些东西。原来给在意的人挑东西是这么费心思的一件事儿。就这套，再帮我拿几款金锁看看。要这个，太花哨的尤念不喜欢，他一直都只喜欢素净的东西。先生，要不要留个电话？店里有活动通知您。不用。给小朋友祝平安，健健康康长大。太多了，就留最初那句吧，干干净净的，能署名。我知道，写了我的名字，他一定会原封不动的退回来。喂，陆先生，您之前寄出的包裹被退件了，对方直接拒收，原路返回。您看什么时候方便给您送过去？拒收？对，签收那边直接拒收了。不用送了，我自己去取。是查无其人还是拒收？是拒收，签收那边明确说了不收。明确说了不收。他说了不收，你也别再寄了。好，他好吗？他不想收我任何东西。他搬走那天，把属于我的东西全留下，把他自己的全带走。现在，我想送他哪怕一点点东西，他也一样不要。
有念太生疏，意念太亲临，我现在哪一个都没资格叫。你第一次问我几点回来，我回了再说。现在我想回你，可你已经不问了。你递给我的那些台阶，我一次都没有好好接住。你最后一次平静地说：“知道了。”我以为是听话，原来那是告别。那天你说我们没那么熟，我忽然发现你说的对，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认识过你。你热汤等我嫌烫，你发消息等我嫌烦，你在门外听我拿你打赌，我那时候不知道你有多难过。现在我终于知道了，你教会我很多，可惜我学得太晚。这是分开后我第一次没有失眠，没有数数，也没有做梦，就这么平静地睡着了。有些话说出口就轻了，不说了。最近日子过得还算平稳，工作、健身、睡眠也好了些。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平静地过下去了。我认不出号码，但我认得这种语气，是有念。他换了新号，大概是苏晴告诉他我还在寄东西。他特意发来告诉我，不是嫌我烦，是怕我还在原地。我不敢打，我不知道接通了该说什么，我更怕接电话的会是宋哲。这些消息我以前从不认真看，现在我想认真看，可留给我的只剩下这冰冷的10个字。念念，对不起，我怕我回了，他就把我拉黑，更怕我不回，他以后就再也不会发了。往前看吧，我们彻底没可能了。我想往前走，那就从看完这份文件开始。我总以为不管怎么样，他都不会离开我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一直都是他在迁就我，而我耗光了他所有的爱，所以他走了。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们认识那天的阳光，他搬走那天空掉的衣柜，他绝情地说我介意，是出轨。还有他发来的那句往前看吧。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去想怎么挽回，我想的是，他其实真的在乎过我。他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本可以当我不存在，可他还是发了那条信息。不是骂我，不是恨我，是让我往前看，哪怕他不爱我了，他也希望我能走出来。1年了，节目里的人换了一半，只有笑声还是那个笑声。1年前我打开它是为了掩盖屋里的冷清，现在听着这个笑声，我第一次没觉得刺耳。我有多久没有这样轻轻的笑过了？他以前这么躺，我总嫌他没个坐相，现在学着这么躺，原来确实很舒服。新沙发有点硬，但靠一会儿也就习惯了。那张他坐了3年的旧沙发已经被拉走了，我想起这件事，竟然没有觉得难过了。往前看吧，明天上班该把那个拖了很久的项目结了。刚谈完续约合同，其实我可以走高架回家的，但我没有。我说服自己是顺路，可心里清楚，我选的就是路过他小区的这条路。
1年前，我远远看着宋征给他递伞，现在我看着宋征替他挡风。你知道是很好拉春的意思吗？知道了。他以前也这样我笑过吗？我想不起来了，我只记得他对我最后的眼神是那次在路灯下极度平静的厌恶。他配得上被人这样对待。我以前觉得配不上这种话是屁话，因为我一直是被捧着的那一个。可现在看着他们俩，我第一次心甘情愿地承认，我确实配不上他。走吧。以前这些事从来都是他帮我挂好，现在我自己挂。尤念以前总说电视要关，不然费电，那时候我嫌他唠叨，现在我自己也会关了。以前他在，总在玄关给我留一盏小灯，他走了以后，我有一阵子整夜开着大灯和电视，觉得那样屋里才有活气。后来我给自己留灯，不是为了等谁，是我终于学会了，灯可以为自己开。钥匙、手机、钱包，以前都是他帮我收好递到我手里，现在我自己收。以前我从不锁门，都是他提醒我。小伙子，一个人住啊？年轻人都这样。我以前从来不对邻居笑。陆先生早。早。我以前也从不跟保安打招呼。原来生活并不只是那几张冷冰冰的合同。我总以为不管怎么样，尤念都不会离开我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并不是，一直都是他在迁就我，是我耗光了他所有的爱，所以他走了，我和他彻底不可能了。我想起这些，没有难过，也没有轻松，就是平静，像一页翻过去的日历，字儿还在，但日子已经走了。我没有哭，也没有红眼眶，想起他，心里是平的了，就像想起一个老朋友。尤念，往前看吧，我也往前看了。